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Triple N 数据集，它由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发，全球首个融合 fMRI 与高通量电生理技术，记录恒河猴对自然场景的视觉响应活动，利用 fMRI 精准锁定高级视觉功能区位置，再以 Neural Pixels 探针同步记录大量神经元，数据涵盖384通道超密度的单帧记录能力，以及超过3万个视觉响应神经元的信号库。这套数据集有望突破视觉认知的黑盒困局。视觉从像素到概念，中间隐藏着生物黑盒，大脑在毫秒间完成分类，这个黑盒难以直接观测，人工智能无法逾越生物视觉的高效与鲁棒性。一张像素化自然图像通过眼睛进入大脑皮层，大脑内部如同布满电路与发光节点的立方体，最终输出清晰轮廓的狗，中间过程不可见。传统方法无法窥探黑盒内部单神经元细节，答案藏在深层神经网络中，需要数据打开黑盒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覆盖全脑，但分辨率极低。传统电生理能记录单神经元放电毫秒级精准，但它的视野十分狭窄，缺少宏观解剖背景。前者无法捕捉毫秒级的神经放电动态，后者则像管中窥豹，缺失全局网络视野。两种技术各有短板，无法单独解构视觉。认知科学需要宏观脑区与单神经元兼顾，如何突破这一空白是当前核心难题。Triple N 数据集的核心思路是宏观制导与微观解码。它首先利用功能磁共振精准锁定高级视觉功能区，然后使用 Neural Pixels 高密度探针直接切入该区域，这样能同步记录数百个神经元的响应。刺激库包含1000张自然图像，与人类共享。这是全球首次将功能磁共振与高通量电生理结合，它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宏观模糊与微观局限，为解码视觉黑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双重精度。数据规模前所未有，超3万个视觉响应神经元，其中超4800个是纯净的单神经元记录。实验依托71次记录绘画，保证了数据稳定。5只恒河猴经过严格训练，提供高质量神经活动。刺激库用1000张自然图像，并与人类 NSD 共享。这一共享使得跨物种数据能够直接比较。每根探针有384通道，实现极高密度采样。如此庞大的数据集为解码视觉提供了坚实基础。功能磁共振导航实现了大脑功能区的精确制导，通过预扫描可定位面孔、身体等专属区域，这完全消除了传统盲穿刺的随机性隐患。探针轨迹能够直达视觉信息核心处理部门。优化的插入系统将探针漂移控制在 6.25 微米，微米级的稳定确保了记录数据的极高可靠性。这种宏观定位加微观记录策略独具优势，它为后续神经元解码提供了精准解剖坐标。该探针如同数据电梯，高效传输神经信号。它在4毫米长度内以20微米间距同步采样，单次插入即可同时捕捉数百个神经元的放电，信噪比高达基线波动的15到25倍，信号纯净，这为后续分析提供了低噪声的可靠数据基础。毫秒级分辨率还原视觉信号在大脑中的流动，时间精度让研究者追踪每个神经元的响应时序。从宏观定位到微观解码，探针补全了技术链条。Triple N 数据集采用与人类 NSD 完全一致的刺激库，1000张自然图像均精选自微软 COCO 数据集，图像以150毫秒呈现，150毫秒间隔的节奏快速闪现。如此短暂曝光下，大脑仍能完成复杂的视觉解码。这种急速刺激挑战了视觉系统的时间分辨率极限。此外，数据集还包含72张面孔、身体与物体的专属测试图，这些测试图用于验证高级视觉脑区的功能选择性。共享刺激库使得跨物种神经数据能在单神经元层级对齐，下颚叶皮层并非杂乱无章的随机堆叠，它由多个高度专业化的功能部门构成。面孔区用青蓝色圆点标注，专门响应面部特征；身体区用紫红色圆点标识处理躯干与姿态信息；场景与物体区用橙色圆点构建环境与人造物认知；色彩区用黄色圆点标注，专注色彩处理信息。这些区域在皮层表面形成精密协作的空间网络。该发现揭示了高级视觉皮层的空间组织逻辑。面孔或身体区，70%以上神经元只对专属目标反应，
这一高纯度表明功能区具有高度专一编码机制。然而，并非所有神经元都遵循同一编码规则，即使在最纯区域，也有少量不同偏好叛逆神经元。这种微观异质性打破了纯功能区的简单假设，偏好相似的神经元之间具有更高噪音相关性。这种同频共振揭示了大脑底层共享的特征回路。功能区的内部结构远比想象中更加精细和动态。Neural Pixels 揭示了视觉解码的时间维度。传统 fMRI 只能显示激活区域的空间位置，但高通量电生理记录告诉我们，一切发生在300毫秒内。神经元响应在约100毫秒处达到顶峰，这表明时间精度是理解大脑的关键。神经元不仅通过放电频率传递信息，更通过精确的放电时机塑造认知。时间才是视觉解码的第4维度。神经元以3种不同的时间法则响应视觉刺激。第一种是急速响应型刺激后立即爆发并迅速沉寂，其波形窄高，充当视觉特征的第一反应部队。第二种是延迟相持型反应较晚但持续输出高信号，波形宽平，用于持续处理与特征整合。第三种是先抑后扬型，初始抑制后产生强烈延迟反应，波形先下后上，可能参与抑制干扰或反馈调节。这3种时间法则表明时间编码是视觉解码核心。正常熊脸刺激引发单一高峰，代表顺畅解码；被遮挡面孔触发双峰波形，小峰后紧跟更大宽峰。相同的放电强度下，响应延迟却显著增加。这种第二波反应揭示了循环计算的深度介入，大脑自动调用更多计算时间与反馈网络来应对。它尝试补全被遮挡的视觉特征信息，以还原整体。这一发现显示，视觉解码时间并非固定前馈过程，难度高低会动态调节神经处理时长与计算策略。数据集首次打通猕猴与人类视觉响应鸿沟。通过观看完全相同的1000张自然图像，在单神经元层面与人类 fMRI 数据对齐，猕猴面孔区与人类梭状回面孔区高度对应。这种映射揭示跨物种视觉加工的进化保守性。证据来自共享刺激库与同步双模态记录，意味着生物视觉核心机制在灵长类普遍存在，为类脑计算模型提供了神经生物学锚定点。表征几何学利用差异矩阵揭示视觉分类逻辑。猕猴与人类的差异矩阵展现出高度相似，双向箭头表明2种计算几何可以相互映射，这证明视觉特征提取规则在进化中高度保守。不仅是解剖区域，对应分类逻辑也几乎一致。这种同源性印证了灵长类视觉系统稳定性。热力图结构显示2种差异矩阵几乎完全一致，因此猕猴可作为人类视觉研究的理想模型。TripleN 数据集提供了超过3万个神经元的响应数据，这些数据成为衡量 AI 模型生物合理性的标尺。研究者用它测试视觉模型与语言模型的编码能力，同时也评估这些模型对神经活动的解码准确度。哪种 AI 更像大脑？这不再是哲学问题，而是可测量的比较。通过比较模型表征与真实神经元活动的相似性，可以检验人工视觉是否具备生物学上的合理性。这为设计更类脑的智能系统提供了明确的方向。大脑处理视觉信息时，并非一次性完成所有计算，视觉特征网络率先响应，曲线峰值出现得更早，而语言模型的峰值则大约晚25毫秒才到达。这表明大脑优先提取特征，随后理解语义。这个过程是分层且动态的，随时间逐步演进。前馈 AI 模型恰恰缺少这种时间动态机制，这种时序差异揭示了生物视觉的独特计算优势。它为构建更类脑的智能系统提供了关键时间线索。TripleN 没有止步于高级认知区，它在相同范式下同步记录了早期视觉皮层，包括 V1、V2 和 V4 这些初级与中级区域。这构建了一条从视网膜到高级语义的完整通路。这条通路被称为复测视觉流，它揭示了视觉信息的分层处理轨迹，从简单线条到复杂物体，每一步都有迹可循。这为验证大脑编码机制提供了全景证据。数据集揭示了复测流中清晰的表征梯度。早期视觉皮层编码简单的线条、栅格和条纹。V4 区处理几何形状、星形及多边形与色彩块。下颞叶 IT 编码精细的彩色物体完整轮廓。神经编码的复杂度沿视觉通路逐步攀升。
这展示了大脑构建现实世界的精妙层级机制。该梯度为理解视觉编码提供了关键性证据，同时也验证了腹侧流的核心功能组织原则。TripleN 在4个关键维度上实现了全面超越。传统人类 fMRI 只能提供宏观全景，但无法捕捉单细胞活动。传统猕猴电生理阵列记录局部点位，缺乏全局视野。TripleN 借助 fMRI 制导，实现了宏观全覆盖与微观精准定位。时间精度方面 ，fMRI 存在秒级迟滞，而 TripleN 达到了毫秒级极限。跨物种对齐上 ，TripleN 利用1000张共享图像实现了猕猴与人类的完美对齐。神经元产量上 ，TripleN 记录了超过3万个视觉响应神经元，远超传统方法。这些全维度优势使 TripleN 成为连接宏观与微观的关键桥梁。TripleN 数据集的核心定位是3大领域的交汇点。空间架构由 fMRI 功能定位网络提供，毫秒动态由 NeuralPixels 探针记录神经激增，人工计算则用于深度学习与视觉基准测试。这3个维度之前从未在同一框架下对齐 ，TripleN 首次将它们统一在共同的测试场中。这个交集允许研究者同时考察空间和时间分辨率，并且直接检验 AI 模型的生物合理性。该数据集为未来研究指明了3个关键方向。第一个方向是利用时间动态特性构建类脑智能，需要打破前馈网络瓶颈并引入反馈回路。第二个方向是从视觉皮层迈向全脑尺度测绘。第三个方向是从静态图像转向动态视频解码。100万级神经元数据重塑对2类智能的认知。目前数据集已为后续扩展奠定扎实基础。这些方向将推动下一代人工智能具备反馈回路。研究者可利用其时间动态特性来训练新模型。